这个寒假，杨紫与李现领衔主演的电视剧《国色芳华》悄然走进了观众的视野，成为了热议的话题。自1月7日首播以来，这部剧迅速占据了湖南卫视和芒果 TV 的热播榜单，以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精致的制作，吸引了大量观众的关注。无论是剧中的服饰、建筑，还是对唐朝盛世的再现，都让人仿佛穿越回那个辉煌的时代。尤其是杨紫与李现的精彩演绎，更是为这部剧增色不少，使其成为了一种文化现象。随着剧情逐渐展开，观众对该剧的评价却呈现出两极分化的趋势。有人被剧中复杂的人物关系和紧张的情节所吸引，觉得这是一部充满深度和层次感的好剧，而也有一些观众认为剧情节奏过于缓慢，人物设定和情感走向不够让人信服。无论是支持者还是批评者，都纷纷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这也让《国色芳华》成为了话题不断的热门剧集。我们不妨一同走进这部剧，深入探讨它的背后故事与深刻意义。无论是对于角色的刻画，还是对于历史的呈现，这部剧都承载了大量的文化价值与思想性。同时，它也折射出了现代观众对古代文化的认知与审美需求。虽然剧集的评价褒贬不一，但无疑它成功引发了人们对唐朝历史与文化的再度关注，让我们有机会在荧屏前领略那段辉煌历史的风采。《国色芳华》改编自阅文集团旗下起点读书作家易千重的同名小说，背景设定在盛唐时期。剧集讲述了商户织女和潍坊杨子氏在花鸟石奖长阳李县氏的帮助下，成功摆脱一段充满利益交换的婚姻，带领一群命运坎坷的女性通过经商创业，最终实现济民救世的伟大理想。何潍坊凭借他培育稀世牡丹的非凡技能以及过人的商业头脑，逐渐崭露头角，创造了一片属于女性的天地。该剧在制作上可谓下足了功夫，无论是场景的搭建，还是服装的设计，都极具匠心。为了最大限度地还原唐朝的风貌，剧组辗转多个拍摄地点，花费了7个月的时间精心拍摄。每一个细节都被精雕细琢，从精美的花钿到华丽的唐装，每一件服饰都极具时代感，展现了唐朝文化的丰富与美丽。而从热闹的市集到优雅的庭院，从大气的宫殿到温馨的家居，每一处场景都将观众带入了那个盛世的唐朝，仿佛穿越回了那个辉煌灿烂的时代。剧中的女性角色更是展现了女性在商业、社会和家国情怀中的坚韧与智慧。何潍坊作为女主角，她的成长历程充满了挑战与奋斗。她不仅面对着复杂的家庭与社会压力，更在那个男权至上的时代中，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突破困境，走向成功。她不仅是一个商界精英，更是帮助其他女性实现梦想的领袖，展现了当时女性超越传统束缚，勇敢追求梦想的力量。《国色芳华》不仅是对盛唐文化的精彩呈现，更是一部女性励志剧，通过何潍坊的故事，传递了坚韧、智慧与力量的女性形象。它展现了女性如何在逆境中坚持自我，突破限制，成为社会变革的重要推动者。这部剧无疑是当代观众领略唐朝盛世与女性奋斗精神的一个重要窗口，也让人们重新审视女性在历史中的独特地位与重要角色。随着国色芳华剧情的推进，越来越多的观众开始对剧中的剧情逻辑和人物塑造提出质疑。尽管该剧的画面精美，服化道出色，展现了唐朝盛世的恢宏与细腻，但有部分观众认为剧集的情节发展显得乏味且缺乏深度，尤其是女主角和潍坊的女主光环过于强大，这使得整个故事的平衡感受到影响。
剧中女主角何为芳在经商过程中似乎从未遇到过真正的阻碍，她在面对种种商业困境时，总能迅速得到解决。无论是从牡丹花的培育问题到砸场子的危机，女主总能在关键时刻得到贵人的帮助。这样的剧情安排让人感觉女主在做生意时过于顺利，缺乏真实感和现实主义的色彩。这种女主无敌的设定，虽然让何为芳的人物形象显得坚强且具有光辉，但也让故事的情节显得单一和缺乏张力，难以引发更深层次的思考与情感共鸣。剧中某些情节的设计也让人感到生硬和刻意，例如在女主向佛祖倾诉心事的场景中，恰好被男主偷听到，这种巧合安排被认为有些狗血，缺乏合理性。而且女主的丫鬟去世后，紧接着就有一个无依无靠的女配角出现，并帮助女主解脱丈夫的困境，成为她的重要助手。这样的设定看似能推动剧情，但也让观众产生了质疑，觉得剧情过于依赖巧合和外部力量，失去了人物和故事的内在逻辑。这些情节的设计无疑让一些观众对剧集的逻辑性产生了疑问，认为其在现实性和合理性上有所欠缺。虽然国色芳华在视觉和文化传承上表现出了出色的工艺和深度，但部分情节的发展和人物关系的设置可能会让观众感到不够真切和可信。因此，这部剧虽然有其独特的魅力，但也面临着一些剧情上的挑战，需要更为精致和有深度的构思，以便平衡故事的推动和人物的成长。尽管国色芳华在剧情上存在一定争议，但其演员阵容和制作团队无疑是该剧的亮点所在。作为当红女演员，杨紫的演技自然无可挑剔。她成功将何为芳这一角色的坚韧与智慧展现得淋漓尽致，尤其是在面对困境时，她表现出的果敢和冷静，让人深刻感受到她身上那股不服输的力量。杨紫凭借细腻的情感演绎，让何为芳这个角色更加立体和生动，也使得观众能够与角色产生共鸣，感同身受。李现则凭借其深沉的演技和独特的个人魅力，成功塑造了一个外冷内热、心怀家国的蒋长阳。他所展现出的复杂情感层次和内心深处的矛盾，使得这个角色更加丰富多彩。两位主演之间的化学反应堪称本剧的一大亮点，不仅仅是他们在剧中共同应对困难时的默契，更是两人性格间的碰撞和融合，给剧情增添了许多情感张力。观众也因此更加期待他们的每一次互动，情感的波动和角色的成长也因此得到了更深刻的呈现。制作团队方面，导演丁子光的情感细腻和对作品深刻的立意，使得国色芳华有了更加扎实的基础。作为曾执导过多部热播剧的导演，丁子光在本剧中展现了其擅长的情感表达和细腻的叙事技巧，他能够精准把握角色的内心世界，让每一个场景都充满情感的张力。而剧本方面，编剧张渊昂也有着丰富的经验和优异的创作成绩，曾为多部爆款剧集编剧的他，在剧本构建上的才华得以充分展现。剧中对传统文化的现代诠释也为这部剧带来了独特的魅力。从服饰到建筑，再到人物的言谈举止，剧中每一个细节都体现了唐代盛世的繁华与气韵，观众仿佛穿越时空，亲身感受到了那个时代的氛围。同时，剧组在保留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也融入了现代的视听语言和表达方式，使得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得到了完美的平衡。总的来说，尽管国色芳华在剧情和节奏上有一定的争议，但其演员和制作团队的出色表现依然让这部剧值得一看。观看国色芳华，我深刻感受到了制作团队的精心打造和不懈努力。
首先，剧中的场景搭建和服装设计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一处布景都力求还原唐朝盛世的氛围，无论是精致的宫廷、典雅的庭院，还是热闹的集市、繁华的街道，都展现了那个时代的辉煌与风情。服装设计更是恰到好处，色彩丰富，造型精致，每一件衣物都细致入微地呈现出了唐代的服饰特色，让观众仿佛穿越回了那个璀璨的时代。剧中对文化的传承也可圈可点，通过对唐代传统文化的深入挖掘和现代诠释，制作团队成功地将历史与现实相结合，展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从剧中人物的言行举止到他们的生活细节，都让人感受到唐代盛世的风采。同时，这种文化的呈现不仅仅停留在表面，而是通过剧情的推进和人物的成长，将文化内涵深深植入观众的心中。杨紫和李现的精湛演技为这部剧增色不少。杨紫所饰演的何为芳不仅仅是一位聪明坚韧的女性角色，更展现了她在复杂环境中逐渐成熟的过程。杨紫通过细腻的情感表达和对人物内心的精准把握，让何为芳这个角色更加生动立体，令人感同身受。李现饰演的蒋长阳则展现了他深沉且复杂的内心世界，通过细致入微的演技，将这个角色的多重性格展现得淋漓尽致。两人之间的默契配合，使得剧中的感情戏充满张力，也让整部剧更具吸引力。国色芳华在制作和演技上的用心，成功地将观众带入了一个充满唐代魅力的世界，展现了一个女性自立自强、追求梦想的精彩故事。国色芳华虽然在视觉和制作上展现了极高的水准，但剧情的逻辑性和人物塑造的合理性仍然是不可忽视的问题。剧中女主光环的设定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提升了戏剧性，使得女主何为芳的形象更加引人注目。过度依赖这一设定也容易让观众产生审美疲劳，尤其是当剧情的推动过于依赖外力或者人物的困境总能迅速迎刃而解时，观众很难产生足够的代入感。这种设定虽然能够让剧情走向更加快捷和激烈，但也让人物的成长和挑战显得不够真实。特别是在女性角色的塑造方面，虽然何为芳展现了非常强的个人魅力和智慧，但在一些情节发展上，她的应对方式显得过于完美，有些缺乏真实性。例如，在面对商场的重重困境时，女主几乎每次都能依靠他人的帮助或者靠自身的机智轻松化解问题。这种设定虽然让剧情看似流畅，却缺乏了足够的深度和冲突，使得人物的成长过程显得不够立体。国色芳华依然是一部值得一看的电视剧，它通过精美的场景、细腻的服饰以及对唐朝盛世的还原，成功展现了那个时代的壮丽风采和女性坚韧智慧的形象。然而，在剧情逻辑和人物塑造方面，仍有提升空间。希望未来的国产剧能在保持精美制作和视觉效果的同时，注重剧情的合理性和人物的深度发展，给观众带来更加真实且令人感动的故事。